凌晨2點爬起來開記者會，哭着喊着被威脅了。日本這波操作把賊喊捉賊的演技練到了滿級。最近遼寧艦編隊的一次常規遠海訓練，硬是被日本演成了悲情大戲。可戲還沒唱完，就被咱們的航母航線狠狠戳穿了劇本。從殲15雷達鎖定 F-15J 的開胃菜，到編隊掉頭北上直逼日本本土的主菜，這波操作不僅看得網友直呼過癮，更讓全世界看清了誰才是亞太海域的真正主角。大家好，歡迎來到星球熱點，國家大事從不缺席，輿論場中抽絲剝繭，聚焦獨家中國資訊。點讚、訂閱加小鈴鐺，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故事要從12月6日那場超視距邂逅說起。根據日本防衛省後來披露的信息，當天咱們遼寧艦的殲15艦載機在宮古海峽以東海域對日本自衛隊的 F-15J 實施了2次雷達照射，一次3分鐘，一次足足30分鐘。這消息一出來，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像是被踩了尾巴的貓，凌晨2點從被窩裡爬出來召開緊急發布會，對着鏡頭聲淚俱下的控訴中國動作危險，那架勢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可明眼人都看得明白，這壓根就是碰瓷不成反被打臉。咱們早在訓練前就通過官方渠道公布了遼寧艦的航行路線和演習區域，所有活動都在公海開展，完全符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日本自衛隊偏要派戰機衝到演訓區邊緣搞抵近偵察，這不就像別人在家門口練拳，你非要湊上去扒着門縫看，還怪人家回頭瞪了你一眼。更有意思的是，小泉进次郎的悲情戲本是按既定劇本走的。日本原本盤算着先炒作中國威脅論，再以受害者身份向美國哭訴求援，把中日緊張的鍋甩給中國。可他們萬萬沒算到，遼寧艦用一場反向操作讓他們的劇本徹底崩盤。12月7日，就在日本還在國際上賣慘時，防衛省突然發現遼寧艦編隊出現在喜界島以東190海里處，相較於前一天整整北上了600海里。這可不是一次普通的航線調整。要知道，遼寧艦以往東出宮古海峽後，大多是直接深入太平洋開展訓練，可這次卻掉頭北上，沿着奄美大島和大東群島之間的海域直逼日本本土。日本媒體用罕見航線直奔本土來形容這次移動，字裡行間全是慌亂。有日本網民在論壇上急得跳腳，呼籲把出雲號派往九州方向展示實力，可很快就被其他網友潑了冷水。F-15J 都被殲15溜了30分鐘，派出去又能怎樣？其實稍微懂點軍事的都知道，30分鐘的雷達鎖定意味着什麼？雷達照射可不是用手電筒照一下那麼簡單，尤其是在超視距狀態下，這相當於殲15已經完成了對殲15J 的瞄準鎖定，隨時能發起攻擊。更關鍵的是，超視距狀態下的鎖定直接暴露了 F-15J 的裝備劣勢，殲15能提前發現它，而它卻毫無察覺。這種單向透明的差距，在實戰中就是生與死的距離。日本的慌亂背後是對美軍靠山的失望。小泉進次郎半夜開記者會，說白了就是想等美國出來替他撐腰。可美國防長赫格塞斯隨後的表態，直接給日本澆了一盆冷水。他公開表示，美國不打算阻止中國發展，還批評有些國家只想靠美國保護，卻不願承擔成本。這話明擺着就是說給日本聽的。更打臉的是，美國剛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裡明確寫着，要在印太方向收縮力量，重點放在西半球事務上。這意味着日本心心念念的美日安保條約，在真正需要的時候成了一張廢紙。小編覺得，遼寧艦此次北上的航線藏着更深的戰略考量。從目前的位置來看，編隊完全可以沿着日本東海岸繼續北上，在北太平洋完成訓練後，再穿過金青海峽或宗谷海峽南下，經日本海穿越對馬海峽返回。要是真形成這樣的航線，就相當於給日本列島來了一次愛的抱抱。這可不是單純的威懾，而是用行動告訴日本，你炒作的安全威脅我們能輕鬆實現，你依賴的美軍保護關鍵時刻靠不住。
這種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智慧，其實是咱老祖宗玩剩下的，但對日本來說，這卻是前所未有的衝擊。要知道，自二戰結束後，還沒有哪個國家的航母編隊能如此近距離地繞着日本本土航行。更讓他們坐不住的是，遼寧艦在北上過程中，2天內完成了近100架次舰載機起降，這種高強度的訓練節奏，恰恰證明了咱們的航母已經具備全天候作戰能力。日本想靠緊急起飛來消耗我們，根本就是打錯了算盤。有人可能會問，咱們這麼折騰，自己的裝備不消耗嗎？還真不用替咱們擔心。日本的 F-15J 平均機齡超過30年，每一次緊急起飛都是在透支壽命，而且零件老化導致故障頻發。去年就有2架 F-15J 在訓練中墜毀。而咱們的殲15是近年來列裝的新裝備，不僅產能充足，維護體系也十分完善。更關鍵的是，咱們有世界最完整的工業體系，戰機、導彈壞了能隨時造新的。而日本的裝備大多依賴進口 ，F-35B 的零件要從美國運過來，維修周期長達半年，這種消耗戰日本根本耗不起。遼寧艦的這次行動還意外點燃了中日航母的對比熱潮。就在福建艦10月5日正式服役後，日本媒體突然翻出了2010年代的 6.5 萬噸級航母計劃，宣稱要建造能對抗福建艦的大型航母。可當我們把雙方的航母參數擺到台面上，就會發現日本的雄心更像是打腫臉充胖子的自我安慰。要聊中日航母，就得先說說日本的擦邊套路。眾所周知，作為2戰戰敗國，日本在法律上不能擁有航母，可他們偏偏發明了直升機驅逐艦這個概念來鑽空子。從日向級到出雲級，一步一步把輕型航母偽裝成驅逐艦。就說現在的出雲級，標準排水量 1.9 萬噸，改裝後滿載能到 2.7 萬噸，艦長248米，比意大利的加菲爾號輕型航母還大一圈。這哪裡是驅逐艦，分明就是輕型航母的底子。為了讓出雲級具備實戰能力，日本從2020年開始進行改裝，把艦首改成方形甲板，還加固了甲板耐熱層，就是為了搭載 F-35B 垂直起降戰機。按日本自衛隊的說法，改裝後的出雲級能搭載12至16架 F-35B， 再加上幾架反潛直升機，勉強能算輕型航母。可這裡面藏着個致命缺陷， F-35B 垂直起降時不能滿油滿彈，作戰半徑從常規起降的1100公里縮水到500公里，掛載的導彈數量也從6枚減到2枚。這就好比讓一個100米冠軍背着沙袋跑步，壓根發揮不出真實實力。再看咱們的福建艦，那可是正兒八經的大型航母，滿載排水量8萬餘噸，是出雲級的3倍還多，艦長320米，甲板寬度78米，能搭載電磁彈射器。光這幾項參數就把出雲級遠遠甩在了身後。更關鍵的是艦載機配置，福建艦標準搭載24架殲35隱身艦載機，12架殲15T 重型艦載機，還有4至6架空警600固定翼預警機和殲15DT 電子戰機。這種隱身戰機加預警機加電子戰機的組合，形成了完整的作戰體系。而日本的出雲級只有 F-35B， 連預警機都沒有，實戰中就是看不見打不遠。日本顯然也知道出雲級的短板，所以才翻出了2010年代的 6.5 万噸级航母計劃。根據日本媒體披露的方案，這款航母全長285米，滿載排水量 6.5 萬噸，計劃裝2台從美國進口的蒸汽彈射器，搭載40架 F-35C 和3至4架 E-2 預警機。單看參數，這款航母比出雲級強了不少，甚至超過了英國的女王級和法國的戴高樂號。可問題是，這個計劃至今還停留在 PPT 上，連一塊鋼板都沒切割。更現實的問題是，日本根本造不出這樣的航母。航母用的特種鋼材，日本需要從美國進口；蒸汽彈射的技術，美國未必願意轉讓。就連艦載機 F-35C， 日本到現在還沒拿到採購資格。反觀咱們，福建艦從開工到服役只用了6年，電磁彈射器、殲35、空警600等配套裝備全是自主研發，連航母鋼都是咱们自己生產的。更值得一提的是，有國外媒體報道，中國已經在南北船廠同時開工建造第4、第5艘航母，而且採用了不同的動力模式。這種下餃子的速度，日本想都不敢想。有人可能會說，日本不是在造 1.6 萬噸的 ASEV 型驅逐艦嗎？還有22艘最上
量級護衛艦和大鯨級潛艇，可這些裝備在航母編隊面前根本不夠看。航母的核心優勢是制空權，福建艦的歼35能在1000公里外發現日本的驅逐艦，不等它靠近就能發起攻擊。而且咱們的航母編隊有05型驅逐艦護航，這款驅逐艦的垂直發射系統能裝112枚導彈，既能防空又能反艦。日本的 ASEV 型驅逐艦在它面前壓根沒什麼優勢。最後，小編想說，遼寧艦的北上航線不僅戳破了日本的悲情戲，更讓全世界看清了亞太格局的真相。中國早已不是100年前的中國，我們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利益，有實力維護地區和平。而日本要是還抱着軍國主義幻想，還想靠碰瓷博眼球，最終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畢竟，在絕對的實力面前，任何演技都毫無意義。好啦，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關注我的頻道，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